欢迎来到 Prompt Your Life 人生提示词。本节目由台湾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及悦城南广告赞助播出。好，大家好，欢迎来到 Prompt Your Life 人生提示词，我是嘉安，我是佑兰。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叫做冒牌者症候群。那冒牌者症候群呢，这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医学名词，就是在心理学上面并不会给人诊断说你这是冒牌者症候群。那实际上冒牌者症候群它也不是说一个人很喜欢冒充别人，像一个诈骗集团一样我是冒牌者症候群，我每天来冒充你的阿嬷的孙子，或者冒充什么银行行友，是冒牌者症候群，而不是这样子。事实上冒牌者症候群呢，它事实上它是一种不配感。更精准的来讲，就是说你可能一个人进到一个环境里面之后，他会觉得说其他人都很强，我都比不上其他人，这种比不上其他人，然后配不上其他人的这种感觉，就是冒牌者症候群。因为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冒牌者一样，好像在冒充这个身份。比方说像可能在台大里面，有些人会觉得说哇，周遭的人都很厉害，然后我都不属于台大，我是台大的一个冒牌者，然后每天都很紧张，害怕自己被识破，甚至说有时候可能表现很好，或者说你可能本身你就已经考进台大了，但还觉得说没有，我只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我只是蒙进来的，可能考试的时候运气比较好，让我变成这样子，这就是冒牌者症候群。那今天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冒牌者症候群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刚刚在讲到冒牌者症候群，还有一个，因为刚刚嘉安举到了台大这个例子，然后或是可能一些大家社会上会觉得比较厉害的圈子，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名词。那因为它很特别的一点是，越无知的人越不知道自己无知，然后越专业的人反而越容易低估自己，这是在这个达克效应里面会说到的。达克效应好像它是某一年搞笑诺贝尔奖的那个主题，对不对？就是很多人他那个原本的那个标题或者新闻上面都会讲说笨蛋或无知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很少，然后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好像稍微强一点的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就发现自己说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很多。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效应。在一个人刚学习一个新的领域，或是在一个刚起步的状态，只懂皮毛的时候，往往不会知道这个水有多深，然后旁边的人有多强，所以我们就会常常戏称他在经历一个愚蠢之山。就是他其实能力极低，但是自信心却处于愚蠢之山的巅峰。对，那专家反而会出现过于谦虚的状况，当他在这个领域走到后面，然后知道越来越多人也很厉害，然后有很多的高手跟难题的时候，才发现学海无涯，这样反而就会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但这时候对于自己的自信心反而会更加的保守，觉得我会的东西应该全世界都会吧，那我还是不要讲好了，所以才会造成刚刚说的在厉害的圈子里面常常出现的冒牌者症候群。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些他其实已经比其他人厉害一点点，却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的这样子。可是我也观察到，就是说比方说在可能台大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会容易出现冒牌者症候群。那你自己觉得说是什么样子的人他比较容易出现冒牌者症候群呢？我自己反而在台大读书的过程中是觉得是满地的冒牌者症候群。真的对，放眼望去，台大生都不觉得自己是台大生。看到一群台大生他说没有，我不是这样。不要说我觉得它蛮像一种集体的传染病的。对，你发现就大家在可能你会看到大家在社科图在总图拼命的读书，然后读完书就去社团，然后当干部，然后做好多的实习接案等等的，然后甚至还有人一边创业，然后就觉得然后还可以一边拿书卷奖，然后就觉得哇，你就会心里内心产生一个很强大的恐惧，就是他们都很厉害，然后我是靠死读书混进来的，或是我是刚好压边就是擦线然后进来的。对，而且大家好像会特别的想要去伪装自己很努力这件事情。伪装自己很努力，对，就是可能你已经读到了，就是我相信嘉安跟我一定都有做过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半夜读到了3、4点，然后隔天就抱着一本书，然后说我都没有读怎么办？我还有一半都没有读，等一下一定考得很差。假装是自己不努力。对，就是我就可以掩盖，如果我做的不好，然后我如果不完美，我会不会被拆穿？我其实就是个冒牌者。就假装，所以反过来讲，会不会是说刚刚讲传染病的部分，会不会是说其实我
我们都觉得说哇，别人都很厉害，其实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假装假装就是展现出自己最强的一面给大家看，然后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其实都很坚强，然后表现很好，但其实大家只是因为没有把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脆弱的一面因为只有自己看得见，所以就会觉得自己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我最强，我不只要很强，我还要强的云淡风轻。如果我强的让人觉得强人所难的话，那我就会是不完美的，我就会被发现我进来这个厉害的圈子，我是个骗子。那我现在想问说，那比方说你觉得在我们社会上面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或者说什么样的风气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在特别像在台大这样精英社会里面，大家会鼓吹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假装自己很轻松？我觉得跟刚刚讲的那个愚蠢之山有关，就是我们在还不知道事情的时候会自信心爆棚，然后我们到达一个愚蠢之山，但是接下来下一个阶段达克效应就说我们会跌到绝望之谷，因为我们知道了资讯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身边的人都好强哦，这些知识原来不是只有我知道然后当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可以看到的未知领域就被放得越大。这就像我们在爬，可能我们在爬101，然后我们在下面看到的就是哇很简单，大家都做得到，大家都能走路嘛。但是我爬越高，我就发现能飞的可能有飞机，有鸟，有什么，然后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正在经历，我正在爬的这个高度。对对对。然后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过去的努力都很渺小。就是因为越到上面的阶段，就会越来越看不到自己曾经付出的那些努力之类的，然后反而会就觉得说，因为你自己的就是我们说达克效应，它是一种后设认知的问题。好，所以后设认知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评价你现在知道的东西。那因为就会觉得说我怎么越念，然后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少，然后就会忽略了自己的努力。其实你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对，其实你只是到了更厉害的圈子，或是更厉害的领域，然后你在里面相较好像变成一个丑小鸭，但你跟过去的自己比，你已经很厉害了。那但是因为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甚至是值得被重视的现象。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篇 Science 的 paper， 这篇 paper 当中就提到说，就是冒牌者症候群，它其实会造成一些蛮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仅是说你会觉得，就是我自己配不上这个地方啊，这些等等而已。还有进一步的，当冒牌者症候群就是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不属于现在的身份跟地位成就的时候，当他遇到挫折，他会比较容易退缩。比方说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青年离职潮啊，有研究发现，冒牌者症候群的人，他在遇到职场上面的困境的时候，他会更倾向就放弃，他就觉得说，因为我终于被拆穿了，我今天做的不好，真的就是终于被发现了，然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对，有可能是因为松了一口气，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情况发生的事情跟他的认知是一样的，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好，那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然后他就放弃。那也有一点像是那种成长型思维的缺乏，就是说他不会觉得说，我遇到困境我可以变得更好。他发现遇到困境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因为我本来就不好，那终于这个结果终于到来了。所以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它真的是一个蛮需要被解决的心理现象。没错，而且好像跟归因有点关系。就是虽然说东方的归因跟西方文化的归因有点不同，但就我自己在我所处的生活圈看到的是，大家在成功的时候会觉得那是我刚刚好的，我刚好我的队友很厉害啦，不是我个人的因素造成我的成功，而是我外在的因素造成我很幸运获得这样的成功。无法去认可那是自己的努力造成的，但在失败的时候又很常的就是严以律己，然后宽以待人，就是觉得我已经明明有这么好的环境跟这么好的导师，这么多的资源，我还不能做到，一定是因为我很烂，我是个不完美的人。因为我们在东方文化当中会教导说，你要
成功是要谦虚嘛，就是说胜不骄败不馁这样子。那你是成功的时候你就说没有，这都是别人的功劳。但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在相处上面会觉得说这样的人蛮好相处的，而且也会在在社会环境里面给他比较好的评价，就是说这个人真的很棒。比方说师长都会比较肯定这样的同学，说这个同学他这次那个考试考得很好，但是他都不觉得是自己的功劳，他都感谢他的老师他的父母。但是他失败的时候都会自己虚心检讨自己。我们文化当中好像无意中更加强化了。因为那这样的小孩他慢慢的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为了当一个好小孩也慢慢的在服从这样子的标准，那反而会到了某一定的年纪之后，可能前面他会因为这样子获得一些更多的肯定，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慢慢在侵蚀他的心理健康。是，那你觉得那这样的冒牌者症候群要有什么样解决的方式吗？解决的方式吗？就是说比方说他在冒牌者如果今天有一个你的同学朋友或今天的听众朋友他就是冒牌者症候群，觉得应该怎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这样子的问题跟这样子的困扰？我觉得之前有讲到的自我慈悲或是共同人性蛮有用的，因为会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属于这个圈子。但如果你能够去思考这个圈子其实很多人跟自己一样的时候，就会更能够消除这样的焦虑跟恐惧。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内容，其实希望也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跟讲说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对，大家都是这样子走过来，大家都在伪装，大家都在假装云淡风轻，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累呢？我们其实可以去找身边的人谈一谈，聊一聊，可以问问他正在跟我经历相同事情的人，是不是你也觉得很累？是不是你也觉得有一些想要跟我聊聊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有一个 Science 2020年的研究，就是说当一个就自己觉得自己是冒牌者的人，然后去教导他的后辈的时候，他会很惊讶的发现自己的教导自己的经验对他有多大的帮助，然后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他对于自己是冒牌者的这种感受。因为他会发现哇，其实我自己已经有一些习得的技能，然后他是可以来帮助曾经的我，就是可以在帮助自己的前辈。对。其实这个方法好像也跟共同人性蛮像的，因为你真的去指导别人的时候，发现说其实人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身边也有这样子的人。就像我记得台大有一个服务叫做学习规划办公室，然后学习规划办公室，你除了可以去说我现在学习上面的困扰啊，或者生涯上面的困扰，可以请他学府的学规专员来跟你做辅导之外，然后如果你受到这个学习规划办公室的帮助，你未来有成长的话，你也可以回去跟他讲说我愿意也回来变成像是，我不确定他那个精确的名词是什么，但有点像学生导师。就是比方说如果我今天我受过学规的帮助，然后呢我也可以回去跟他讲说，那之后如果有同样困扰的朋友那个同学，他也可以来问我，那我是怎么样子走过这一段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大家可以尝试的一种方式。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最近我觉得在创业圈里面，就是大家会说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你要先假装，然后你就会成功。因为我们在触碰的是我们自己生活圈以外，然后我们还够不着的一个领域，我们想要往更好的方向去走，而且那个成长速度会比一般的人还要再更快，然后需要的成长步伐也需要再更大。而且确实，而且完全没有什么参照的标准，因为就是在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没错，所以不管是在团队内，或者是在面对比自己年长的顾问或者是合作伙伴的时候，有时候好像都是需要去假装，可是在假装的过程就会更加加强这个冒牌者症候群，更加的觉得自己根本就还不够好，我真的就只是在假装，而且我还没 make it， 我就只是在 fake it。对，然后我就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情绪里面，我就刚好遇到了一个前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胡搞瞎搞，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如果是以上帝的视角来看的话，人只有知道自己盲目跟不知道自己盲目的两种状况而已。所以你只要在看清这一切之后，都还能够热爱你的当下，享受你当下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就可以了。其实别人的眼光好像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就算有了别人眼光，你也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你热爱的事情。所以它就算是盲目又怎么样，就算别人觉得你是冒牌者又怎么样，
就如果它是事实呢，那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是不是冒牌者这件事情好像就变得不是这么重要，因为就算盲目的活着也都没有对错。冒牌者症候群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太在意他人的眼光了。如果你在乎的是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改变。没错，我觉得自己在胡搞瞎搞的那个声音，好像就是觉得自己是冒牌者，别人觉得我胡搞瞎搞，而不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在胡搞瞎搞。所以如果我看清了自己的这种盲目之后，我还能够继续的盲目下去，不在乎别人觉得我是不是在胡搞瞎搞，那我的胡搞瞎搞就有了意义啊。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就是你本人啊。我在念这个学校，我就是这个大学的学生。这就像，然后这就让我想到我的一个之前上课的一个老师，他就跟我们讲过，就是说台大学生很多冒牌者症候群这件事情。然后他给了我们一个就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个建议。他就说，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是冒牌者症候群，那也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既然如果你真的是冒牌者，就是说你是其实程度没有到这边，但你还是进到这个大学，进到这个公司的话，你要想说，那这是学校的问题，这是公司的问题，他们把我选进来了，那就是他们认可我的这个能力。即便说如果今天其实能力没有到这边的话，那也是他们设下来的标准，让我过关了，那就好了。那我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只是继续好好活着，好好的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你被拉入不属于你的圈子，那个是拉你进来的人的问题，不是你的，你只要做自己就好。而且如果你知道你可以摆脱外在的眼光的时候，那就没有何谓的冒牌者啊，因为成为自己不需要去符合某种角色的设定，所以就不会有正牌，也不会有冒牌。因为自己永远是自己的正牌的。对没有克隆人。对，没有克隆人。所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克隆人，我才是冒牌者。但大家应该都是自己本人吧？对啊。如果你是克隆人，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说好，那我们再专门录一集。如果我是克隆人怎么办？这样子。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遭遇过冒牌者症候群的时候，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冒牌者症候群，或者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名词，但就是有这种不配感的感觉，是在我刚进建中的时候。因为刚进建中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大家都很厉害，大家都是各地的强者，然后来到这个高中里面，然后很多我身边的厉害的同学，他们可能厉害的在数理的方面，建中的数理天才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配不上这个地方，因为大家哇想那个很难的那些数理的题目都很厉害，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冒牌者，我觉得我跟大家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在自信上面也比较，就是特别是刚进去的第一个学习头几个月的时候就很没有自信。那后来我就开始去找到说，那我能不能去找到一些我不会，就是我会但是其他人不会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写文章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得比别人来得更好。比方说我可以拿到校内的一些文学奖啊，然后我每次作文都可以写到班上前几名，甚至都是在班上第一名。这件事情就让我找回了一种新的自信，就是说虽然我在某些面上比不上身边的其他人，但我在另一方面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冒牌者，只是因为被局限在特定的标准底下。其实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很多元的，我们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领域去发展，然后证明说自己其实也是很好的。我并不是冒牌者，因为任何的群体都会需要多元的成分。如果整个建中都是大家都只会数理的话，那建中就不会是建中了。那如果整个台大大家都只是很厉害的去大公司实习，然后考上名校研究所的话，那台大也不会只是台大。找到自己身上的亮点很重要。我很喜欢你刚刚说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因为我觉得社会对于所谓的成功人士或是一个成功的路径图有一个太完美的假设。所以当我们发现有缺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重的罪恶感，就会觉得我脱离这个框架了，我要赶快回去，我不要让别人看见，我要赶快隐藏。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从小老师啊，就是家长教会我们怎么变强，不管是在数理能力方面还是在你刚刚说的文学能力上面，
不管是怎样的变强都好，可是却没有真的去教会我们如何接纳自己的局限跟脆弱。那你，我突然想到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脱离了这个框架，其实它会不会也是一种好事？就是代表说你有在创新啊，你有走到一个大家没有走过的路，成为自己了。你成为一个，而且如果在这个面向上你是做得开心的，而且做得比别人更好的，那其实代表是说你走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路，恭喜你成功创新。对啊，不然你就变成克隆人了你的成功创新就好像你跳脱了楚门世界，就是你跳脱了那个框架了，你破关了，然后你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算是一个冒牌者症候群，你今天产生不配感的时候，它其实也许是一个讯号，代表说你是这个群体当中不一样的一份子，你可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它是一个鼓励你去创新，出去闯一场不一样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打开楚门的世界的假天空的那个机会。是，它是有一个，也许有一个这样子的契机。对，那当然，我觉得讲到冒牌者症候群的这个，或者说这种不配感的好处，我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有讲到那个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算是面对压力的策略有关。这个事情很好玩，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崇拜那个梁朝伟，那最近他刚好有一个新的电影嘛，就是他去演一个神经科学家，然后我就是崇拜他这一点，就是说他去演什么角色，他都可以变成那个角色。像他最近演那个《Silent Friend》这个电影的神经科学家，他就说他花了半年的时间苦读神经科学的各式各样的书籍，然后因为他苦读之后，然后他就真的就几乎变成一种，他就是把那些知识都内化到自己里面，他演什么他就成为什么。包括说他以前去演那个一代宗师里面的叶问的时候，然后他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练那些功夫，所以就哇很崇拜这样子的敬业的精神。所以后来我在生活当中，比方说我有任何新的挑战或者新的要学习的事物的时候，我就会想象自己是什么大师。比方说像我以前在学太极剑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是周润发，我就说哇，我现在就是那个卧虎藏龙里面的李慕白，我就是一个大师，然后我要开始来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策略，因为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学习啊或工作有时候可能是很枯燥的，但透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缓解当下的困扰跟枯燥，觉得说我生活不仅仅是在当下的这个面向当中，我还是一个大师，然后赋予一个角色跟身份。那同时这个角色跟身份又会给自己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大师，所以我可以变得更好。然后这件事情好像在心理学上面也是可以解释的，后来发现它就是它其实就是所谓自我应验的预言，就是说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也许这件事情它也是可以落地实践在应对冒牌者症候群的困扰上面的。没错。但你嘉安刚刚讲到那个梁朝伟那个，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也会做类似的事情，我觉得塞白菜都很爱演。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楚门的世界》？就是他是一个主角嘛，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从小到大都在剧组长大的小孩，但他以为他的生长在真实世界，他所有的作息啊、调配或是身边的家人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那个布幕。所以他从来没有晒过真正的太阳。身边所有人其实都是演员，对，全部都是演员，都是假的。然后我就是后来觉得我会不会其实也是这样子？我身边的人家人也是假的，我爸妈都是假的，但是这样反而让我很开心，就是但因为我是主角，所以我一定会活到最后，所以我就会有这种我在演一个主角的感觉。就把世界的中心放在自己身上。但现在不会了，现在知道他们是真的，有点小失望。那我还蛮开心的，如果发现我自己是假的话，我也会很失望。好，那回到刚刚嘉恩讲的这个自我印证预言，是对。那自我印证预言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但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显化。就是很多人到年底的时候就会来写显化信，或是说显化魔法。那这东西好像很玄，但它其实跟心理学是有点关联的。对对对。那我会用3个步骤来讲显化怎么对应到心理学。就我稍微去做了一些功课，这样子。就是显化的话，他会说你要向宇宙下单。这个是第一步。OK， 对，但在心理学其实里面就叫做选择性注意。
当你有一个目标，你要显化某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的时候，你心里你在你的大脑里面就会启动激活一些机制，这样，然后你就会有特定的去选择你要的目标，就会有一个过滤器，你会优先的看到跟这个目标相近的资源。所以我可能就会特别的去看到一些创业的聚会，或者是注意一些创业上面一些新创圈发生的事情，这样，然后就会让我更快的能够成为这个目标。它其实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对对对。那第二个的话，显化蛮常会说你要感受已经发生的喜悦。好，那这个跟心理学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的信念其实会非常大的影响你的行为，你怎么想就会影响你怎么做。所以显化其实蛮强调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已经拥有了，然后你感受一下那个你已经拥有的那一刻的那个感受是什么。那在心理学里面，其实就会很大的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你相信自己配得上台大的这个资源、这个光环，然后你得到这些导师的推荐啊怎样，你的焦虑感就会大大的下降。其实它也是一种感恩的一种练习。对，然后你觉得自信心提升，然后更能够去迎接这些属于你的资源。是，对对对。好，然后你可能也会在投资人面前，在客户面前表现得更落落大方，然后有自信，然后让你更容易的获得他们的青睐。对对对。那第三个就是最后一个步骤，显化会说，你可能听过的，就最有名的，就是宇宙会给你回应。对对对，谢谢宇宙。然后心理学其实就是人际互动的一些正向的回馈。其实它就是在你身边的人际互动，也不是什么宇宙这样子。因为你怎么对别人会很大的影响，你怎么对别人怎么对你，它是一个交互作用的结果。对，就很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你很自信的去表现出你要拿到这个目标，你会成为这个目标，或者是你已经是这个样子的人，别人也会相信你是这样的人，然后愿意给你更多的资源，然后全世界都会来帮你完成，当你真心想要的时候。好，比方说举例来讲，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我很想要考研究所，然后我就先向宇宙下单，我就先注意的说我要考研究所这件事情，然后我可能就开始去留意身边一些考研究所的资讯啊，然后可能是或者是说一些考研究所的其他的学长姐等等的，然后下一步，然后我可能就会先感恩自己拥有，就是其实我现在成绩不错，然后我也有很多老师照顾我，那也许这些是我可以善用的资源，然后还有我很有研究的热情，这也是我得天独厚的地方。然后第三步的时候，可能当我将这件事情散播出去的时候，让大家都知道我要成为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慢慢的就会大家也认可我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就慢慢变成真的这样。没错，而且心理学的这个自证预言比显化还要更完整，然后更能够解释这个行为的点在于，显化它可能只会显化某个想法，我要这个东西，但是心理学的自证预言它非常的强调是一个循环，是你的信念影响了你的行动，你这个行动让你强化获得了成功，这个成功再回来强化你的信念，就是我果然真的可以的这个信念，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加强的一个循环。对对对。好，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内容真的非常非常完整。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进入到的是这个AI 心理学的时间。好，那就今天刚刚讲到了我们就是冒牌者症候群是什么，然后如何解决的很多的方法。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内在归因跟外在归因的部分。那今天的 AI 心理学呢，就要讲到说，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其实AI 也可能造成我们有新的冒牌者症候群的问题。好，事实上在今年的 CHI 年会这是在心理学人机互动界最大的一个研讨会上面，在来自政大的侯宗佑老师团队今年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研究，叫做 AI 幻肢效应，或者叫 AI 幻肢痛。那我第一次看到这篇研究的时候，就想到说它其实跟冒牌者症候群有关。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把各式各样的工作外包给 AI， 例如请他写稿子啊，或者写报告，然后或者是设计网页等等的。但研究发现，当我们将人机协作的成果的表现优异的时候，就是说机器人跟我们一起做出一个东西，然后它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就是 AI 的功劳，我是 AI 实在太厉害了。但如果今天做出来的东西差强人意，然后遭受批评或者做得很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冒牌者，我们终于被发现了，然后这个是就会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这样。
那其实这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现象就好像幻肢痛一样。什么是幻肢痛？幻肢痛就是说，有些人因为意外截肢之后，那他可能会发现说，他平常已经感觉不到他的这个肢体，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很痛，好像左手在痛，可是左手已经被切除了。那 AI 它现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幻肢，它就像一个被截肢的肢体一样，平常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它被批评的时候又会传来疼痛。所以在读完这篇研究之后，我结合自己的想法，就认为说有2个方式，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第一个是把 AI 的使用透明化。大家现在常常在交报告的时候，就会直接交上去，然后其实那个报告可能有一部分是 AI 写的，一部分你自己想的，但是我们就交上去的过程当中，并不会去揭露说有多少成分是自己写的，至少多少成分是 AI 写的。那其实我非常鼓励，甚至希望说号召大家可以在未来的作品当中，主动积极的，即便说老师或者是你所属的社群没有规范说要讲说你多少的使用的 AI， 但还是可以一部分的呈现出来，你到底用了 AI 用了多少。例如说这样在交报告的时候更勇于表达说，其实我用了这个部分我是用 AI 写的。那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更勇于的去表达说，我会使用 AI 也是一种能力，就像 vibe coding 一样，并也不是每个人天生就会 vibe coding。人机协作的能力在 AI 的时代，其实跟与人合作的能力一样，其实它是可以被强调的。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写了一篇报告，那其实是我跟 AI 一起写的，但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强调出来的。因为如果写得很好的话，那其实代表说你跟 AI 合作的能力很好，而不是说只是 AI 很厉害。那第二个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方式，叫做重新定义角色，要清楚的界定说自己仍然是最终负责的那个人，就是你作品做得不好的时候，仍然是你要自己出来负责。所以在创作当下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勇敢的为自己负责。因为你要知道 AI 只是你的画笔，核心的灵魂仍然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无论受到批评还是赞美，核心的产出仍然是你的。好，那除了这个上面的这个解释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用进一步让 AI 来缓解冒牌者症候群。怎么做呢？第一个，比方说你跟 AI 协作完一份报告之后，你可以直接的问他说，比方说你报告已经交出去了，这个时候你不要就直接把电脑关掉，你可以尝试的再花个1分钟的时间问他说，在这份报告当中我贡献了什么，你贡献了什么。这就像是我们在分组报告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小组互评一样，你给 AI 打分数，那也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清楚的看到了自己的努力，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好，那第二个方法是说更进一步的，除了在跟 AI 协作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冒牌者症候群之外，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遇到冒牌者症候群，或者说遇到不自信的时刻的时候，去跟 AI 适当的互动，得到缓解。比方说，你在生活当中觉得跟周遭的环境啊、周遭的人群都格格不入，怀疑自己的成就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写下来，问 AI。然后请 AI 帮你分析说，其实你已经付出了哪些的努力，在哪些面向上是比其他人来的优秀。那剩下的一部分，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部分，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进，再去进步，而不是说就停在这个地方，就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冒牌者。好，那甚至也可以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写一封信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说你并不孤单，周遭一定有很多的人跟你有一样的感受。这往往是因为竞争压力大或完美主义所造成的，所以不要太紧张。然后最后再把这封信也可以给 AI 看，让它提供更温暖、更适合你的回应。在这个时代，我们相信利用 AI 来缓解焦虑，也是其中一种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心理学时间。谢谢家安。好，那今天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就来做一点总结。是。好，那不论你现在是刚刚讲的，可能坐在一个顶大的图书馆里面怀疑自己，还是在创业的路上或是工作的路上，觉得自己正在戴着面具演戏，然后我想要告诉你说，这种我不配的感觉，其实是世界给你一个最温暖，然后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然后心理学上的达克效应就告诉我们说，只有当你开始变得专业，你才会开始觉得你可以学的东西还很多，只有你开始登顶，你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渺小。
所以当你感觉自己像一个冒牌者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告诉你，其实是在送给你一句话，就是你正在抵达一个你未曾抵达的一个很高的地方，它是一个你可以超越你过往人生的一个机会，一个礼物。对，所以想要对正在焦虑或是迷茫的你说，如果你现在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穿着西装大人西装的一个小孩，我常常感觉我是这样子，那想要先请你抱抱他，然后跟他说就是你很棒，因为那种不配的感觉，不是的感觉，是一个你正在成长的一个证明。对，然后在心理学里面的自我实现预言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在假装而已，我们是在透过信念、行动、信念的这个循环去校准，去让自己的现实更符合你想要的设定。对，让在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或者是出现的这些圈子里面，可能你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圈子里面，我们会接触到原本不在你预期里的资源跟人脉，所以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觉得你不配拥有这些。但是资源并不是来告诉你，来检验你是不是完美的，来骂你不配得到我，而是来让你有更多的容错空间，来加速你的步伐的。所以它才叫做资源，而不是一个绊脚石。对。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如果我现在的成就就是靠这些资源啊，靠运气啊，什么 AI 堆叠出来的，那我到底还算什么？那我的回答是，就是请你收下这份冒牌者的一个红利。对，因为真正的专业就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是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你是带着觉察、带着觉知的盲目，在恐惧和迷茫中依然选择温柔和坚定的继续走下去。那人的一生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知道自己的盲目，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盲目。不管你在哪一种盲目里面，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冒牌者，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那只要你还在追求当下的每一个热爱，你就是自己最真实的自己，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或是某一个角色，因为自己无所谓正牌或者是冒牌。那今天的人生提示词是，不要让冒牌者的恐惧没收了你的成长的入场券。在你感觉自己最像骗子的时刻，正是你离自己真实的自己最靠近的一刻。那我是佑兰，和家安一起在这个不确定性的沙盒里面，陪你一起在数位的时代里面守护我们人类的独特性。是，好，那谢谢今天佑兰今天给了非常精彩的总结。那在最后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家可以想到说，你觉得是不是只有在台湾的文化环境当中更容易出现冒牌者症候群呢？还是说其实在西方文化当中反而更容易出现冒牌者症候群？那我想要让大家一起去思考看看，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面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变得更容易对自己感到不自信，还是说其实我们的文化其实是反过来更容易让我们感到自信呢？大家可以帮我们思考看看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有想法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这边有一个小问题想要带给大家去引导的，是就如果你今天可以撕掉你所有的外在标签，然后去掉所有的 AI 工具，只剩下那个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会是什么？我觉得也蛮扣合到上一集我们聊到的外在的红利跟自己的底气，怎么去区分两者的不同，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为了不辜负眼前的冒牌者红利，你会做哪些事情让未来的自己会觉得我不是演的，我就是他？好哇，这个也是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我自己都很想回答，但我们就留给观众去回答了。好，那今天的人生提示词我觉得差不多就到这边。那我是家安，我是佑兰，好，我下次再见，拜拜拜。